小姐，督主去找神医，马上回来就救你。算了，我这辈子死了才是解脱。果然，当小三没有好下场。我是世子明媒正娶的嫡妻，无眉狗和未婚先孕才应该羞愧。嫡嫡庶庶，封建糟粕，在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你们出去！我家小姐都变成这样了。这不是病，是重病。我和世子联手，为你下的慢性毒品。什么？你若不死，静怡就做不成正妃，当不了诰命。子玉，那你又何必要娶我？那是因为你把我当成你的救命恩人，硬要嫁给我。难道当年在树下救我的人不是你？小姐，都说你沈南桥是金钟贵女，才智无双，却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认错。下辈子可不要识人不清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来自一个仙境开明，像你这样没见识的古代大小姐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什么？小姐，来人，把这个弃妇拿席子卷了扔乱葬岗去，别死在府里，坏了风水。你们敢？督主回来定不会饶了你们。宁肃不过一个东厂的太监，你们还真拿他当靠山了。他功高震主，新帝早就想除之后快，还多亏了你，让他去城外替你找神医。宁子玉，你竟然出卖自己的叔祖！是我眼冒心狭，所嫁非人，连累身边人一个个不得善终。风上飞远去，踏破山河之叠浪，一心并肩赴跌宕，看永远的星空，杀世人天光。莫怪要添了情话，风上飞远蓝线难挽，线于魂上，一起逝去对不忘，人依然决断。求求，我来迟了。早知如此，我最开始就不应该把你让给别人。是我太过忌惮自己爱情的身份，不想拖累你。原来他对我有这般真心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此生错过。乔，
有来生，我定不负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平远侯府到，请新娘子下轿。侯府，新娘子。难道我这是重生回到了大婚当天？沈家小姐，快下来呀！既然上天垂怜，让我重来一世，这一次定是要让他们血债血还。一拜天地。且慢！玉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母亲，是儿子失礼，但此事实在是拖不得。静怡还了我的骨肉，她腹中的孩子就是平远侯府的唯一血脉，是嫡长孙。我有意将他抬为平妻，今日与世子妃一同入府。什么？和世子妃一同入府啊？侯夫人，您就要有乖孙孙了，今天可真是三喜临门呐！恭喜世子，恭喜侯夫人。果然还是来了。且慢！我何时同意我与沈静怡同时进门？宁世子，你和我的庶姐无美苟合未婚先孕，我还没追究，你竟敢在我大婚现场大放厥词，要求娶平妻！沈南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怎么戳到你痛处？你一个地位低下的庶女，难道妄图用些下作手段就和我平起平坐？胡说！我跟你拼！原本你未婚先孕，就该被这样绑着进猪笼，是我心善溜你！这几招是我从不外传的绝技，他怎么会用？说起来，这几招软鞭功夫还是上一世宁素教我防身的，今日倒是用上了。对了，他今日应该要来的。放肆！你竟敢对自己姐姐出手！子月，我肚子痛，怕是动了胎气。宁子月，今日你只能娶一个，二选一，选吧。子月，静怡已经还了我的骨肉，可侯府同沈家的婚约在先，也不好违背。世子不如直说，你舍不得我们沈家的助力，却又放不下你所谓的真爱。看嘛，你男人都不选你，这也算得上是真爱吗？住口！成何体统！南桥，你又何必闹到这个地步？我向你保证，以后静怡进了门，总归会比你矮一头。来，这是我们侯府的传家玉镯，你且放宽心，只有你才是我们侯府名正言顺的世子妃。夫人是想让我息事宁人，
既然花轿已经入了侯府，你就是宁家的媳妇儿了。今日你若是出了这个门，那就是再嫁的下堂妻了。谁说我要走？夫人说的对，我现在就是宁家的媳妇。南乔，我知你知进退，可我不是一定要嫁给你宁子玉。那她嫁给谁啊？整个侯府，如今的适婚男子只有我一人，你还能嫁给谁？我要嫁他。见过叔祖，参见叔祖。世子喊9000岁叔祖啊！你有所不知啊，论起来，9000岁是世子父亲最小的叔叔，虽说年纪只比世子大了不到10岁，辈分却是如今府中最大的，就连侯夫人见他都要行礼呢。可我怎么听说这9000岁是抱来的？是言，当初9000岁凭一己之力肃清乱党，直升东厂提督，现在又兼任掌印太监，只手遮天，就连新帝都要记他3分呢。哼，再怎么说不也是个太监？现在你也是。沈家嫡女沈南乔，你刚才说的话是认真的？小叔莫怪，这丫头和子玉置气呢，胡乱说的。沈南乔，还不赶紧给叔祖道歉，万一迁怒到子玉，你几条命都不够赔。下辈子若是再遇见，能不能先看看我？人面桃花长相依，又是一年春花成峭壁莫谈。我没有胡闹，我就要嫁他。沈南乔，你不知廉耻，连本世子的叔祖都敢肖想，你什么地位？你也配得上？你真想还要嫁本都？本都出身东厂，我不在乎。今日婚宴虽被搅得乌烟瘴气，可你若愿将就，来日世子入朝为官，你作为正妻，好歹也是个诰命夫人。若是嫁给我，就什么都没有。这些虚名我更不在乎。我要嫁你，不是权宜之计。沈南乔，你还真是病急乱投医了。你倒是不听，但9000岁位高权重，是你想嫁就能嫁的吗？本都的事还轮不到旁人指挥。拿好，别掉了。某人中间离合分贝，如雨如雪纷飞。假如你我眼角。且慢！侯夫人还有何事赐教？今日毕竟是沈宁两家联姻，宫里为此还送了些赏赐。若小叔执意带走南乔，怕是不妥。不妥？子玉执意要娶沈家庶女为妻，我不过是带走了沈南乔，两家联姻仍在。
退一步讲，就算今日子玉的婚礼不成，难道我就不是宁家人吗？小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有一事侯夫人提醒的对，两家大婚，沈府定是为嫡女准备了不少嫁妆，那就劳烦你把沈南桥的嫁妆，还有宫里的一些赏赐，全都送到我松场轩吧。全部吗？当然，沈府向来嫡庶有分，我夫人连夫君都不愿与庶女同行，那嫁妆也断是没有同享的道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女人怎么好像突然转性了？难不成她也穿越了？不可能，她只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落后女人，怎么比得过来自21世纪的我？今日是我大意了，以后必须小心谨慎。上一世我大婚当日突遭变故，根本没精力处理这些杂事，半数的赏赐和嫁妆都被沈静怡霸占。她在侯府里顺风顺水，都是因为这些嫁妆，否则侯夫人怎能给她好脸色？这一世多亏了宁素周全，沈静怡很快就会知道没银子傍身，区区庶女在侯府里会有多难。小姐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这个9000岁，凶名在外，又是个……你嫁给他以后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怎么过？我对他心仪许久，如今嫁得如意郎君，自然是笑着过。怎么过？我对他心仪许久，如今嫁得如意郎君，自然是笑着过。如意郎君，人人都忌惮我的身份，避之不及，这说辞倒是新鲜。既然小姐认定他是如意郎君，从今以后，我也会把姑爷当成自家主子看待，绝无二心。玲珑，你要信他，定会护你我周全。去吧，赶紧把嫁妆按照礼单清点一下。姑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快过来，给我梳梳头。哎，一会儿啊，把咱们裴家的被褥、熏香都按家里的布置摆好。日后咱们可是要在这常住的。他倒是心情不错，完全不像是一个要嫁给宦官的人。难道他真是自愿的？哦，对了，再去小厨房准备些吃食。最好是鳝丝细面，督主爱吃。哦，再准备一壶合欢酒，要梨花白。沈小姐这么了解我，你久居深闺，这些年与本都并无交集，是怎么得知本都的口味喜好？还会使用本都自创的招式？你调查本都到底从何而至？有事交代，说。这宁素防备心极重，我若直说是重生之人，未免太过荒谬，说不定会被他抓进东厂拷问。还是要徐徐图治，不可操之过急。你老实说，我不会怪你。之前在宫宴上曾见过一回督主。沈小姐真是好记性，见过一回就能记住本都所有喜好。啊，对，当时我便对督主芳心暗许，自然能记下督主口味。芳心暗许，你倒是会找借口。可那鳝丝细面，我只在府中使用，你又是如何得知？这辈子是没见过，可前世不知见了多少回了，怎会不记得？好了，你不说，本都便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毕竟是沈家嫡女，除了我，你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若是想走，我即刻写和离书，这婚事就此作罢。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怎能不作数？
沈小姐不必现在回答我，本都明日再来问你。念素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怕我嫌你不行？你是不是怕我嫌你不行？坏了，男人都听不得旁人说自己不行，哪怕是宦官，我怕是刺痛了他难言之隐，他不会直接把我拉去大卸八块吧？督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督主，侯夫人让我送喜被来。放下吧。夫人，那这喜被是放在卧房还是书房啊？好端端的提书房干嘛？一旦放在书房，明日我们分房睡的谣言就会传遍整个侯府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在新婚之夜被宁子玉冷落，此后被婆母处处为难，连个下人都敢给我脸色看。自然是放在卧房，难不成侯夫人是想要我们新婚夫妻分房睡？奴婢不敢，是奴婢多嘴了，还不赶紧放下！嬷嬷不知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还杵在这磨叽什么呢？是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我就是想让他赶紧走，随口胡说的。你不是怕我赶你出去，想结着同房？我才没有呢，我就是想要个脸面罢了。做戏需做全套，这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夫君。不是你说做戏做全套？房顶上有人，等半个时辰再起来。我们做戏要做全套。放心，他们不敢进来，你安心睡觉就好了。我还有个问题。说。你为何会同意与我成亲？下次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还手；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来找我，我保护你。你记好了，我是沈家嫡女沈南乔。看来他的确什么都不记得，也是，当年他依旧是个粉雕玉砌的幼童。我也比当年相比变化颇多，他认不出我来也正常。如此说来，当年我救下他那件事，他自然也忘了。没什么，只是本都恰好需要一位夫人。快睡吧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。下面什么东西顶着我了？好硬啊！你没什么，习惯罢了。明日定会有人来收洗吧，还是要小心些。啊！
你又做什么？你又做什么？你说做戏要做全套啊？你快安心睡觉，明日敬茶一定还有风波。刚才送喜被也是试的，他们对你还是不死心。木已成舟，我已经嫁给你了。你已经嫁了我，所以你放心。今日闹这一出，虽牵扯众多利害关系，但我一定会护你周全。妖种，睡觉。哎呀，睡觉。夫人，老奴来拿昨夜的喜帕。还好宁素昨晚提前准备好了，不愧是东厂弟子。嬷嬷若是没事，就前面带路吧。正好我还要去敬茶认亲。是。闹洞房本来就是封建余毒，我可是有孕在身的心腹，凭什么折腾一天了还要任由他们摆弄？我动手打他们怎么了？这些糟粕早就该废除了。大胆！子玉，你这妾室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若是得了疯病，就该拉去产房关几天。那你们怎么不去闹他呀？不能因为她嫁给太监就搞双标吧？哼，还是因为她男人不娶，闹不成啊？侯夫人平时就这么管教儿媳妇的吗？就放任她对长辈口出狂言？你算个屁的长辈啊！给我闭嘴！我。你敢打我！长辈教训晚辈，你何不？还要给我下跪敬茶呢？我对你下跪敬茶？我可是世子贵妾，肚子里还怀有侯府唯一的血脉，凭什么对你下跪敬茶？子瑜，他吓得我肚子都疼了。沈南桥，你欺负一个孕妇算什么本事？当初世子妃是你自己不做的，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。我要你小小的世子妃做什么？论辈分，你还得叫我声叔祖母。算下来，整个侯府我辈分最大，你们都得给我下跪敬茶。沈南桥，你竟敢戏耍本世子，今日我非要好好教训你！本都夫人说让你跪下，听不懂人话。你们这是要趁着本都不在，给本都夫人脸色看？我竟然不知道宁府的规矩已经坏到这个地步，不如就请家法好好整顿整顿。你就是紫玉新进门的妾室，听闻你是本都夫人的庶妻，同样出自沈家，你举止无状，冒犯长辈，该罚。沈南桥算什么长辈？不过是世子标的下堂妾。本都比不得夫人脾气好，若是再让本都听见说了半个不字，少佐，手下留情啊！是淫妇无知，但是她肚子里怀着的，毕竟是宁府骨肉，还不给叔祖叔祖母道歉？本都娶妻不易，谁要是再敢得罪了本都的夫人，下场便和他一样。你
也就得意这几天。我已听说宫里关于世子的风声就要下来，等到回门宴的那天，世子加官进爵，我看这个死太监还敢不敢骑在老人头上作威作福？今日我要先进宫当差，有些事要办，回门宴要你先行一步了。回娘家而已，又不是虎穴，我应付得来。这些是为你准备的，礼多人不怪。这也太多了吧！总要为你撑撑场面，你是督主夫人，值得这些。小姐，今天回去洪少爷也在，毕竟是您回门的日子，您可别动气啊。沈怡，我这个亲弟弟上辈子听信沈静怡的蛊惑，要娶一个青楼女子，还因此冒犯朝廷命官，被打断双腿。这孩子心眼并不坏，这一次我要想办法让他走上正道。让让，二小姐回来了。哟，妹妹今日怎么独自回门啊？夫君一早便被皇上召唤入宫，能者多劳，自然比不得闲人。没男人陪，就是没男人陪，吵那么多理由，你们呀，这就叫行婚。怎么，姐姐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还是又想被人当众教训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先进去吧。静怡丫头，怎么穿得如此招摇？这与理不合吧？不过就是身衣服而已。我家子瑜说了，等孩子出生，就要为我加封诰命夫人。真的呀？哎呀，我儿真有福气。住嘴！我沈家世代清廉，宁为寒门妻，不做高门妾。更何况你未婚先孕，还有脸在这炫耀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大婚当日发生的那些荒唐事。二丫头，你过来。大丫头，许姨娘，你们不顾嫡庶规矩，抢了乔乔的亲事，今日我就要为她做主，讨回公道。你们还不跪下！祖母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？我嫁的是世子，又不是太监。再说了，我这肚子里可怀着平远侯府唯一的血脉，将来是要封世子妃，再加封诰命夫人。切，老东西，你现在嫌我是庶女，过不了多久，你们一个一个都得在我这个庶女手底下讨生活。你这个逆子！祖母，木仙，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快，扶老太君下去休息。沈静怡，你气得祖母旧疾发作，今天好好教训你！姐，你现在真是很大的脾气，嫁了个东厂的宦官，连行事作风一副东厂般狠厉。沈红，难不成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气死祖母吗？沈家何时有这样的规矩？沈南桥，你也配在沈家提规矩二字？你不知廉耻，攀附权贵，嫁给宦官，有什么资格做沈家的嫡女？我没有你这么丢人的起见。父亲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乔乔，这件事情到底是你做的不妥呀？大婚之日就要改嫁，这真的是让沈家蒙羞啊！我让沈家蒙羞？沈静怡未婚先孕，到底是谁让沈家更丢脸？父亲，大姐只不过是个妾，
你若是信了，只是暂时，侍妾。我马上就要位封世子妃，加封诰命夫人。我家子玉呀，得圣上青睐，入朝为官已是定局。岳父，请您放心，待我在朝中获得官职，必定照付神府。不像某些人嫁了个宦官，只会在家里面显摆。父亲，妹妹自作主张嫁给宦官，我认为应当请家父向祖宗谢罪。大姐说的对，夫今日就趁此机会，好好教训二姐，以正沈家家风。请家法。夫君，上次沈南桥在侯府欺负你，这次就由你代行家法。宁子月，你敢对你的叔祖母动手？今日我叔祖也不在场，你少给我摆长辈的谱。今日我非要好好教你规矩。督主到。你们要教训谁？叔祖，您怎么来了？今日是本都夫人回门的日子，我不能来。刚才进了党宫，替我夫人讨了些赏赐。多谢督主，只是如此重礼，恐怕小女乔乔担当不起呀。区区薄礼，本都的夫人自是担得起。不知世子准备了什么礼？还是说妾室回门什么都不用准备？喏，都在那儿呢。本以为世子有多疼爱自己的爱妾，看来也不过如此。你们就是眼皮子浅，不过就是一些银钱罢了。我们紫月有更好的封赏。静怡，就不能收敛点儿？前2天你作的死还不够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就等着吧。待会儿宫里就要来人，给紫玉送上封赏。到时候呢，我们紫玉加官进爵，平步青云。你们啊，就眼红去吧。好啊，那本都今日就在这，静候佳音。督主的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一点吧？先是要管侯府的事儿，现在连我们沈府的事儿也要管。你干脆住到太平洋去，把全世界的事儿都管一管，好不好？我不知你所说的太平洋在哪儿，只是天下若有不平事，我都管。我不信你还能跃到皇上面前去。待会儿圣旨一来，就告你一状。圣旨到。您终于来了。提督夫人，沈家嫡女沈南桥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东厂提督宁妻沈氏女，端和淑雅，敬慎敏慧，着即封为一品诰命夫人，钦此。谢皇上。
可能，这个封赏是我的，还收着给我。你给我回来！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屡次出言不逊，我如今诰命在身，理应替圣上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一定是你篡同这个阉人改了圣旨！放肆！本都夫人的诰命是本都今日进宫时亲自求取的，圣上金口玉言，当场应下。如今你一个侯府妾室，口口声声宣称这诰命该属于你，怎么是想质疑圣上的决断？是想质疑圣上的决断？恕祖恕罪，是静怡做梦犯浑，一时糊涂。宁子瑜，你犯错别带上我行不行啊？你一定是用私权威胁皇上，迫不得已才改了圣旨，结党营私，犯上夺权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我夫君执掌东厂以来，百姓太平，民和年丰。你享受良臣带来的太平好处，却对他口出恶言。今日，你必须向督主道歉。何这是在护着我？不对，这一切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按理说，宁做这种宦官早就该被收拾了，怎么会？静怡，你愣着做什么？快道歉啊！我今天还就不道歉，哼！我就不信督主还能杀了我不成？如今我是诰命夫人，收拾你一个小小侯府侍妾，易如反掌，都用不着督主出手。快给我跪下道歉！静怡，静怡，你醒醒！静怡，静怡，你醒醒！我姐肚子里还有孩子，来人呐，快送医！当心脚下。这是我家的花园，怎么反而让你提醒我小心了？女孩子自然得护着点，反倒是你，你不必像今日这样维护我，下次不必在意那些。什么？沈静怡说本都是太监，你生气了，要她向我道歉，下次不必这样。但我介意。这世上任何人都不能说你不好。凭你也配使唤我们？我告诉你，你只是老侯爷从外面抱回来的一个野种。侯老爷说过，我是流落在外的血脉，是侯府的嫡子。流落在外，那是多词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没根脚、没底细的人进到侯府，就是个人人都能踩一脚的贱命。侯府嫡子，侯府嫡子，我让你侯府嫡子！恶奴，你住手！这不是沈家大小姐吗？您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还不快回正院去！你真恶奴，戚夫人，走开，不然我叫宁伯伯打你！是。我有松子糖，吃了伤口就不痛了。下次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还手。小哥哥，你真好看，你来做我朋友吧。任何人都不能说我的不是，那皇上呢？皇上不行，太子也不行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保护好你。
夫人，跟我来。这是……你知道这棵槐树？儿时贪玩，曾从这棵树上跌下去，差点送命。他们都说是年幼的宁世子救了我，便提出结妻。若是没那档子事儿，也不会有今日这桩婚事了。只是我错认了救命恩人，还好这一世没有重蹈覆辙。死皮白赖，非要跟着来神府，结果根本不让你进正厅，哼，自己找个狗窝待着去吧。会有机会遇见他吗？哎，是上次那个很好看的小哥哥。乔乔，树上危险，快下来！这个槐花味道可清甜了，我摘给你尝尝。乔乔，来人啊！有个小妹妹昏倒了。所以你当初是因为宁子玉救我，才答应嫁给他？我只是听从父母安排罢了。仔细想想也知道，宁子玉当初不过6岁，他哪能接得住我？所以救我之人必定不是他，恩公另有他人。那你还能记起当初救你之人是谁吗？毕竟当时太小了，加上受了些惊吓，早就不记得了。就连为什么上树都不知道了。许是贪吃，想要摘些槐花来吃吧。只要进入了东厂，无论有没有净身，你在旁人眼里都是太监了，值得吗？只要能查明真相，旁人的眼光都无所谓。谁落在这儿了？槐花味的，好清甜的香气。你为何叹气啊？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啊，没什么，想起些救人救事罢了。沈静怡今天当众没了脸，一定会想法子报复回来。我得提防着些，别给宁素添麻烦。都说妻贤夫祸少，此话当真不假。若不是你胡乱攀咬沈南桥，叔祖怎会不顾脸面捅出你我私通丑闻？食色性也，人之常情，我们只是情之所至罢了。错的又不是我们，是那些把隐私宣扬出去的人。你不敢当面责怪宁素，来我一个女人面前撒野，你这就叫窝囊废！你竟还不知悔改！你给我在房中好生反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离开房门半步！你去怡香楼找一个叫莲儿的姑娘，告诉她世子夫人传话，时机已至。小姐，要是先给世子赔个罪吧。你懂什么？等事成了，世子自然会明白我的苦心，到时候他还要反过来追妻火葬场呢。悄收着做，如果让任何人知道，仔细你的皮！沈南桥，我倒要看看，当你的丑事传得满天飞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表情？小姐，果真出事了。咱家那边来信说，洪少爷带着地契去了怡香楼。
备车，去乙香楼。是。上一世，弟弟用母亲留下的祖宅地契赎出了一位青楼女子，此事传得满天飞，连带着我在宁家也抬不起头。我弟弟更是被父亲打得半死，从此落下残疾。我这弟弟本性不坏，只是受了沈静怡什么真爱无敌的蛊惑。这一次，即便我改变不了他的命运，也要保住母亲的遗物。灵儿，快开门！灵儿，这是沈家祖宅地契，我来带你走了。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开门啊！灵儿，哎呦，沈公子，别敲了，别敲了，现在莲儿姑娘不方便。灵儿，我沈红发誓，非你不娶，我一定八抬大轿迎你做我沈家长媳。灵儿，你开门！灵儿，灵儿，哎呀，灵儿，沈公子，住口！沈红，婚姻大事不可胡说。这个地契是母亲留给我们的，你身为沈府嫡长子，居然为了一个青楼女子，连祖屋都卖，你有没有想过家里人？既然是家里人，你就应当像大姐一样支持我。沈静又给你胡诌了什么歪理？大姐说了，我和灵儿这就真爱。大姐说了，我和灵儿这叫真爱。门第出身，盲婚哑嫁都过时了，一旦认定了彼此，就应当不惧流言蜚语，不怕世俗阻扰。什么真爱？我看是不顾礼义廉耻，不管沈家门风。别在这里丢人，跟我回去受家法。走。你攀附权势，嫁给他个阉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还嫌弃我？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你是我亲弟弟，也是这么想我的。姐，你知道外人是怎么说我们的吗？你明明可以嫁给世子，为什么要和那个阉人搅在一起？那照你的意思，若是我嫁给了世子，你那静怡姐还怎么跟宁子玉一生一世一双人？不要强词夺理，让开！你今天非要带走灵儿。沈红，苏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东厂的人也逛青楼？灵儿姑娘倒真是抢手。林素，一个太监找灵儿干什么？慎言，不得无礼。无妨。二姐有功夫教训我，不如先管管自家夫婿。督主敢当着你的面逛青楼，可见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督主大人来此地，定有他的缘由，还轮不到你来质问。本督今日来怡香楼，是受人所托，想为灵儿姑娘说明。说媒？司礼见隋唐想找个人成家，娶灵儿姑娘做外室，便托本督来问问灵儿姑娘的意思。你们这群阉狗，就会欺男霸女。灵儿爱的人是我，今日有我在这儿，你别想强迫她。沈红，这是灵儿姑娘的终身大事，你要问她的意愿。嫁个阉人算什么终身大事？我们已经私定终身，我的意思就是灵儿的意思。嫁给阉狗算什么终身大事？我和灵儿早已经私定终身，我的意思就是灵儿的意思。哦，你确定吗？当然。我不如先听听本督的意见。司礼监乃12监之一，隋唐也是我身边的红人。若是嫁给他，不说富贵滔天，至少我能保证，死后再没人敢戳着灵儿姑娘脊梁骨，说她出身。
沈少爷，若是灵儿姑娘愿意的话，这确实是一桩美事。什么红人，什么美事？我看你们俩就是一伙的，而且自己嫁给太监，就不想让别人幸福，想让别人也嫁给太监。莲儿姑娘，沈公子还是随他，你选吧。奴家。别怕，我发誓一定会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出身。别气我！我现在就送你出去。沈公子，既然莲儿姑娘与沈公子情投意合，那本都就与夫人先告辞了。我与沈公子只是泛泛之交，督主千万别误会。只要隋唐大人不嫌弃，我愿意做外室。你说什么？沈公子，从今日起，我便是隋唐大人的外室。你我从此一刀两断，莫要纠缠。莲儿，你不必受他们胁迫。我是沈家嫡长子，等3、5年功成名就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的。没有人胁迫我，我是自愿的。你当真要嫁给那个阉人？阉人又如何？司礼监隋唐有权有势，能瞧得上我，是我天大的福分。相比之下，你1没官职，2没实权，功成名就遥遥无期，哪里比得上司礼监隋唐？反正跟你走也是做外事，我倒不如找个好去处。你个阉狗！你给我住口！今日若非是督主，你又怎能看清所谓真爱？督主大人，沈府教子无方，想得红儿粗鲁无礼，还请督主高抬贵手。上一世，沈红就因冲撞朝廷命官被打断双腿，今日他又3番5次受人痛楚，若不提前出手，恐怕他就要命绝于此。你倒是会给人戴高帽。罢了，看在他是你弟弟的份上，放他一马。二姐，你平时自称高门贵女，这蓝莓旗烟斗也是如此低声下气。你若想攀附权贵，可别带上我们沈家。你替他解围，他倒不知好歹，一心只想与你划清界限。算了，还是走吧。沈南桥，你嫁了这阉狗之后，就耀武扬威，今在天之灵，也会死不瞑目。沈公子一口一个阉狗，
怕不是对靳东厂很有兴趣。来人，找刀快的晋升师傅来！是这第一次，你们敢！住手！住手！督主，我错了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。刚才是胡言乱语。辱骂本都没事，辱骂本都夫人，罪不可恕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刚才是胡言乱语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让我原谅你可以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你发誓，从今日起不再踏入花街柳巷，一心读书上进。我沈红今日起誓，今后一定会洗心革面。若再做荒唐事，就让祖宗们一个雷劈死我！督主，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，请督主自便。夫人这是生气了。夫人这是生气了。方才我是做的过火了些，可若我不动真格，他便不知悔改，再入圈套。圈套？跟我来。莲儿接近你弟弟，都是沈静怡之事。这女人不仅觊觎我母亲留下的地界，还想害我与弟弟反目。好在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夫人放心吧。上次在我家，他也是提前知道了沈静怡的手段，这次又……难不成他也是重来一世的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夫人是觉得我手伸得太长了？怎么会？只是好奇。夫人莫要小瞧东厂的眼线，只要我喜了，天下没有本都不知晓的事。现在不生气了吧？督主不是知晓天下事吗？怎么我为何生气都不知道？督主知晓天下事，怎会连我为何生气都不知道？不是为沈红的事生气，那是为了什么？这是怡香楼的招牌，别处吃不到。夫人，尝一口。东厂的眼线，连怡香楼的招牌是什么都要告知。这自然是本都亲自考察过的。看来督主考察了不止一次，我看对这的姑娘怕是了如指掌了吧？你很在意。督主的事，我怎敢知会啊？原来不止在意，还吃醋了。是我让夫人误会了。不过知足生神，我们还是吃点甜的吧。你若是因为我来怡香楼生气，大可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做。即便如此，那也不行。谁家的夫人允许夫君来这种地方啊？
大人，来的这么快，谁来了？属下告退，来不及解释，你先回家。你是来找宁子玉的？宁世子还真是大猛人，真本公豪。这是皇后的声音。娘娘息怒，实在是微臣适才大婚，家事繁忙。大婚？你府上大婚当日的丑闻早就传遍京城，既是家事繁忙，宁世子不如好好在家歇歇，休要去朝堂上丢人现眼了。不，求娘娘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尽快找到那阉人造反的把柄，不负所托。沈静怡这个贱人，要不是她得罪宁肃，宋承玄根本不会对我严防死守，还害得我家宅不宁，差点失了娘娘的信任。此等不懂事的女人，果然做不得我侯府正妻。起来吧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皇上时日无多，你也不想看着太子上位。皇上时日无多，你也不想看着太子上位吧？臣定然是站在娘娘和九王爷这边呢。那阉人是太子党的核心，若是能扳倒他，继位的就是我的九儿。宁世子，到时候你可就是大功臣了。臣定不负娘娘所托。原来他来青楼是为了这件事。上一世他也卷入了夺嫡之争了。看来事情没我想象的简单。到底如何才能保他太平无虞？隔壁有人，赶紧去看看。臣这就去。不许留下活口！夫人，别急。啊！完了，憋不住了。谁在那儿？夫人，得罪了。别！继续。郎君不要啊！好像有人进来了。没人敢坏老子好事，谁来都得滚！ 啊！
没人敢坏老子好事，谁来都得滚。事关重大，必须亲眼确认是何人。宁子玉，给我滚出来！宁子玉，给老娘滚出来！静怡，你来做什么？光天化日，你成何体统？你还知道是光天化日？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就敢来这种地方偷吃？像你这种孕期出轨的男人，就是一个烂黄瓜！我不过就是逛个窑子，你便大喊大叫，没有一点气度。沈静怡，你记住，你是妾，不是我宁府主母。今日就算我带人回府，也无需用你点头。宁子玉，我是为了你才做妾的，你现在说这种话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？你要带哪个小妖精回府，我今天非撕了这贱人的皮！沈静怡，我今日来此还有要紧事，你先赶紧回家，我回府再给你解释。你先赶紧回家，我回府再给你解释。我呸！逛窑子哪有什么要紧事儿？哦，这么不想我进去啊？怎么，你姘头在里面啊？住嘴！脏货，给老娘滚出来！看勾引老娘的男人，你活腻了！住口！宁子玉，你居然打我！我以为你跟那些人都不一样，没想到你跟那些男人都是一样的。是你先不依不饶，我一时心急。行了，你先别说了，赶紧回府。像你这种无能狂怒的男人，我不要也罢。宁子玉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不回府了，我要屈父留子。好一个屈父留子！宁世子，带他进来。督主，我无意冒犯。不，是我失礼在先。那个水太热了，我就先出去了。狄神仙，他们在隔壁，还没走。狄神仙，他们在隔壁，还没走。宁素，你有没有觉得好热？我头好晕。瞧瞧。这水有问题，是异香楼的做派，在沐浴时加些药物助兴，
娇娇，我们得赶快出去。你不是太监，非礼勿视。你真想知道？看够了没有？一个黄花大闺女也不知道害羞。你不是太监吗？到底是不是啊？你说呢？我之前也听人说过，即便是净过身的男子，也是可以同女子圆房的，只是我会吃些苦头。是谁告诉你这些脏事儿的？是不是侯夫人派来的人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？不是，是我自己学的。你既然决定要嫁给你，总要想些办法的。总之，你不用担心，没有人逼我，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。你不必如此。我视夫人如珍宝，在这件事上，定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夫人如此以诚相待，那本督也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一个我的秘密吧。我不是太监。什么？什么？你真不是？那你想问什么，直接问便是。你我现在是板上钉钉的夫妻，没什么好顾忌的。你为何要假扮太监啊？还有这么多年就没人发现吗？那你去后宫都是怎么度过的？那你平日里……问完了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这算不算欺君大罪？会不会诛九族啊？你放心，若是诛九族，我第一时间给你写和离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，毕竟你同太子相处多年，难免有些时候……小姑娘家家，别瞎琢磨。我没有瞎琢磨，我只是想，现在就不用去宁家宗室里过起孩子了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回家。你就是沈静怡，胆子不小啊！你就是沈静怡，胆子不小啊！皇后娘娘息怒，我妾身真不知道是你，都怪紫月，害我误会。我也是一时着急，才惊扰凤驾，按宫规，应当杖毙。不，我发誓，皇后娘娘，我对您绝对有用。我偷小一些秘术，您留我一命，我往后呢，只听你一人差遣。娘娘，我对您绝对忠心。忠心有什么用？你们宁家一个个的没一个让本宫省心，尤其是你。本宫让你暗中探查那阉狗意图不轨的证据，这都多久了？你查到了什么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废物！娘娘，实在是宁肃行事滴水不漏，连一点可以做文章的把柄都没有。找不到，那就造一个好了。说下去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
那阉狗有没有反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娘娘您需要它有。哼，沈静怡，你倒是比你这不成器的夫君有用得多嘛。此事就交给你们夫妻二人去吧。本宫要看到足以钉死宁肃的铁证。本宫要看到足以钉死宁肃的铁证。至于账本，你可要收好。若是出了问题，你们二人就去阴曹地府做鸳鸯。皇后娘娘放心。没想到宁肃竟然不是，可他为什么要伪装呢？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我竟然忘了，如今他并无残缺。我们如果还同床共枕，今晚可怎么睡啊？若是分开睡，倒是显得有些欲盖弥彰；可若是睡一起，毕竟他是男子。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晚上跟你睡觉。在想晚上跟你睡觉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想晚上怎么睡觉。毕竟这里只有一张床。那夫人的意思，你想怎么睡？啊，自然是你睡在这床上。毕竟，怎么说你也是这屋子的主人。我在那边打个地铺就行，我再叫下人送几床被子。刚才在莲儿那房间，你还拉着我胡闹，怎么现在一回家就要划清界限？难道夫人是不喜欢我这个房间？我没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我为何伪装成东厂的人。当年我路过宁氏宗祠，我无意间偷听到老侯爷跟侯夫人的对话，得知我并非是侯府私生子，而是老侯爷受人所托将我收养，而托付之人正是皇帝的乳母，我竟然是皇帝的亲生血脉。为了找到关于我身世的更多线索，我决定进宫。本来我靠平远侯府大可做个小官，可距离真相太远，想来也只有无所不知的东厂。当时老侯爷已经病重，他帮了我最后一次，让我隐藏身份进入东厂，本想劝我死心，可我只想要一个真相，即使被当作太监也无所谓。我在东厂沉浮多年，终于坐上督主之位，终于得知当年所有事都是皇后所为。皇后当年并未诞下嫡子，便不许后宫其他人产下男婴。她的母族势力庞大，圣上都要忌惮几分。我母亲身份低微，生下我之后，怕我被皇后杀害，于是让皇帝的乳母将我托付给老侯爷。可惜啊，皇后多年无子，只能扶持别人的孩子当了太子，她自己的孩子只能做九皇子。如今她的野心更贪婪，只想等圣上驾崩，扶持九皇子继位，到时候她垂帘听政，这天下都将是她掌中之物。我已经在暗中收集证据，只等时机成熟，将皇后扳倒。这些年，
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？当初进宫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想留在侯府做个冒牌的私生子，至少要做一番事业，能够在关键时刻护住我所爱之人。我本以为他前世是觊觎皇位，所以才不得慎重。如今看来，前世想杀他的并非刚刚登基的太子，而是皇后。如今一切前尘往事，我已向你和盘托出。我本就是刀尖舔血之人，所做之事都极为凶险，本不想娶妻生子。你要是后悔，明日我就安排合理一事。我不后悔。这可是你人生大事，不必现在给我答案。你可想好，若是不合理，你终其一生都只能做太监夫人。我不一直都是吗？你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还要对我并非阉人之事守口如瓶。我去打地铺，过几日安排合理，你便可以回家了。我想好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那些我都不在乎。宁素，我此生所求，只有你一生平安，寿终正寝。瞧你，我人还好好的，你一句话就给我寿终正寝。哎呀，总之我不会跟你和离的，我就留在这儿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到你。那就先多谢夫人了。你且放心，如今皇后所有的踪迹都尽在我掌握，没人能伤害我。太子也不能尽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上一世对宁素下手的多半是皇后，可已经做了皇帝的太子是否加入其中，我也无从得知。可怎么跟他解释呢？再怎么说，那太子也是未来的皇帝，可伴君如伴虎，高处不胜寒。这起落沉浮乃宦海常事，一朝若是陷落，想起复却不容易。再有甚者，想保命都难。想不到你不过10几岁的年纪，又养在深闺里，能有这般境界。那依夫人的意思，又应如何？如今你大权在握，若是想抽身退步，怕是也不容易，只能多留个心眼了。你想做皇后吗？啊！你想做皇后吗？啊！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个问题啊？我从来没这么想过。我以为你是要劝我造反。那你想过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吗？我想要。南郊，下辈子若是再遇见，能不能先看看我？我想要一直这样看着你，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负。此生，我定不会负你。悄悄。
要做什么？我要跟你圆房，这样你就不能跟我和离了。胡闹！我没有胡闹。一言之念，一念之中。你若是不愿意，就不必勉强。不是，我就是想，你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落在我手上？也许是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吧。是啊，所以我这辈子一定加倍补偿你。你真的想好了？天已黑了，太阳在休息。督主，出事了！东宫出事了！督主，东宫出事了！宁子月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说东宫出事了。算了，可能真有什么大事。天大的事，明月在意。督主，是太子。太子殿下突发恶疾，只怕命不久矣啊！走。慌成这样，像什么样？慢慢说。太子殿下白日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危在旦夕了？是宫里传来的消息，但具体的我也不知晓。您还是去看看吧。知道了，此事我自有定夺。你先回去。行不对劲，我还是得先逛一趟。我跟你同去。皇后娘娘且慢，皇后娘娘且慢。督主怎么来了？太子殿下只是旧疾复发，没成想惊扰了督主，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。听闻太子病重，我这才赶过来，看来是谣传。我以为东厂消息灵通，没想到也有出错的时候。这便是督主新娶的媳妇，果真是新婚燕尔啊！这三更半夜的也跟过来，若是不知道的，还真以为东宫出事儿了。太子乃未来一国之君，姿势体大，臣妇是圣上亲封的诰命夫人，应当帮忙分忧，这才跟过来。没想到督主夫人嘴巴倒是伶俐，更没想到督主也是个痴情种。当年若不是那件事，怕是早就成亲了。可见缘分天注定。哼。皇后娘娘方才说太子旧疾复发，是何旧疾？应是胎里带的弱症。
思虑过重便会复发。好在有督主尽心辅佐，也不碍事的。是啊，有督主在，皇兄也好安心养病。臣弟也会日日来探望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就告辞了。督主留步。督主且慢。本宫见督主这心腹颇为有缘，不如就留下陪本宫说说话，解解闷。督主事务繁忙，就先回去歇歇吧。等本宫聊得尽兴，自会命人好生送他回府。这……对了，过几日便是贵妇侯夫人的生辰宴，到时候本宫也要庆于她。这寿礼的选择，本宫还要问问你这心腹。多谢娘娘抬举，只怕夫人失了礼数。喂，只是说几句话而已。臣妇还要多谢皇后娘娘抬爱呢。督主，既然你夫人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先告退吧。无需多礼，来本宫身边坐。果真是大家闺秀啊，礼数周全。不过，本宫听闻你原本是许给平远侯世子的。是也不是，是也不是，这是怎么说？唉，这婚事原本只是父母之命，无奈世子与庶姐发乎于情，却未能止乎于理，还闹得未婚先孕的丑闻。好在夫君顾全大局，这才与我成亲。哼，这才成亲几日啊？你说话便同督主一样滴水不漏啊！不过就是委屈了你，原本唾手可得的世子夫人，如今却变成东厂宦官之妻。你若是心中不平，大可以跟本宫倾诉，本宫替你做主。皇后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明明是臣女讨了便宜，为何不平？你竟然不知，督主心中一直有人。心里有别人？也是啊，你一直养在深闺，未曾听说也正常。许多人都说，当年督主心中之人成亲，督主便一直独身至今。皇后娘娘也说了，这是当年的事，谁年轻时没心动过？你不难过就好。本宫跟你说这些，也是怕你心中不平。如今看你二人好，我也就放心。那臣妇先告退了。夫人，督主说要去趟东厂办事，暂未回府。若您先回来，先去歇息。他在这里做什么？皇后扣下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绝不仅仅是挑拨我和夫君的关系那么简单。今夜发生的一切都太过巧合，先是宁子玉说太子病重，让我们离开，而后是被皇后扣下，然后是沈静怡。难道是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？沈静怡趁我们不在，一定是在房间里放了些什么。
这是干什么？啊！刚才我看见沈静怡鬼鬼祟祟出去了，怕是在这个屋里放了什么要命的东西，所以我才……你猜，若不是本都默许，他怎么能进来，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出去？啊！所以你是故意放他进来的？今晚这事不简单，只怕宁子玉、沈静怡已经成为了皇后的妻子。所以，我们是被他们做局，骗我们走的。只可惜，他们不知道本都到底有多少眼线，敢在本都眼皮子底下动手脚，未免太过自信了些。他放了什么？这是暗卫解下来的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不想给我看。那是小乔少年时期遗落的我一直收藏之情，若是让他知道，定会觉得我处心积虑。算了，还是暂且瞒过吧。没什么，一些旧物罢了。旧物？这对督主来说很重要吗？视若珍宝。那是要好好收藏。这些一看就是女人的贴身之物，难道皇后说的都是真的？想来也是，宁肃她到底血气方刚，心底有个念念不忘之人也正常。只是我活了2世，居然没发现。乔乔只是误会吃醋了，只是眼下不能跟他解释。夫人不看看信里写的是什么？不想看。这信里写的是什么？是本都谋反的证据。是本都谋反的证据。什么？这女人倒是有点脑子。谋反？沈静又来这招，栽赃陷害，何患无辞？那夫人觉得应该怎么办？此事督主自己拿主意便是，何须与我商量？这里面可是有诬陷你夫君造反的证据，夫人，你不得帮忙想想办法？既然沈静怡用铁证来诬陷你，我们为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不错不错，听闻侯夫人的寿宴都是督主夫人亲自安排的，倒是有心了。今日婆母寿宴，妾身特意为您寻来了一件稀世奇珍。这是何物啊？这是我亲自画的图纸，请工匠特意制作的，叫做八音盒，只需一转便能发出音乐来，无需这些歌舞伎，什么时候想听，一转便是。倒是新奇，本宫都未曾见过，你这丫头倒是用心。不知督主夫人准备了什么贺礼啊？世子，你这妾室不懂规矩，按道理你应该叫我一声叔祖母。我哪有小辈逼问长辈的道理？侯夫人，你这规矩都没教过是吗？放肆！这寿宴哪有你一个妾室多嘴？
还不坐下来？本宫倒是觉得这丫头伶俐。过来。皇后娘娘都准备好了。不好，有刺客，快护驾呀！快拿下！他往那边去了，快追！别让他跑了，绝不能让他跑了！世子，刚才我们都看见那刺客进了都主的院子，你看？我看什么？进去搜啊！不可，本都的院子岂能由着你们胡来？都主，那贼人刺杀皇后娘娘，意图谋反。此等逆贼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必须找到。如今他是进了您的院子，倘若是进了我的院子，我必定大门敞开。那就等他进了你家院子再说。若是没有切实的证据，谁也别想进去。呀，都主如此阻拦搜查，莫非这房子里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证据？怕被皇后娘娘看见，还是说你有心包庇贼人，怕被大家看见什么？好啊，那就搜。若是搜不出什么，本都绝不善罢甘休。没有。世子，屋里面什么也没搜到。怎么可能？继续查，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够了吧？世子到底要查什么？这屋内打眼一看，就并未有刺客藏匿其中。难不成你们想把整个屋子拆了不成？不。我也是忧心皇后娘娘的安危。你口口声声担心皇后，可如今刺客未清，你不想着全力追凶，在我这屋子里折腾什么？应子玉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你血口喷人！还请娘娘做主，还都主一个清白。也请世子赶紧离开，莫要打扰都主休息。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藏在这边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这里有机关！住手！住手！这里面是都主珍藏之物，你想要做什么？珍藏？我看啊，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沈南乔，你如此害怕，莫不是你跟宁素是一伙的？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没错，你就是心里有鬼。若是问心无愧，那就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呢。大家看，这就是阉狗谋反的证据。沈静怡，你要不要看看这是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不是阉狗谋反的证据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让诸位见笑了。这里面怎么会有我的画像？不是说他心中一直有个所念之人吗？那个香囊，此画乃是本都思念夫人多年，凭记忆所作。南极夫人风采之万亿，却是本都视若珍宝的念想。不可能！
凭一幅画就想蒙混过关，在这房间里一定有什么密室暗道。沈静怡，你多次在本都面前放肆，真当本都不敢动你不成？在这儿，皇后娘娘，这就是宁素谋反的证据，您看看。自己看看是什么。瞧瞧，见字如面，清清如故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你写给这个贱人的信？你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沈静怡，你以为你那些拙劣的把戏能骗得过东厂督主？是你换了我的信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的信怎么会在我和夫君的房间？行了，我看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刺客已被我的人抓住，搜身。督主，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世子府上的要来。这刺客是你平越侯世子的人。你少污蔑人！刺客是你抓的吧？你想换人，还不是轻而易举吗？这金簪刺入的伤口，恰好证明是同一个人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人，将世子及其妾室即刻收押，彻查此事，务必水落石出，揪出幕后真凶。这个都是误会啊！皇后娘娘，我是冤枉的，救我呀！救我！皇后娘娘，这都是误会啊！皇后娘娘，今天寿宴还真是精彩纷呈呢。既然刺客已经捉拿归案，那本宫先回宫了。你也辛苦了，早些休息。你不同我解释些什么吗？解释？夫人需要我解释什么？这些都是用来做戏的。夫人，你生气了？当然没有，督主计谋深远，只不过那幅画绝不是近日所作。莫非督主几年前就算到有今日这一遭？还有这个香囊是我幼时丢的，怎么会落到督主手里？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所以你早就有意于我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还记得那棵大槐树吗？这个槐花味道可清甜了，我摘给你尝尝。苏乔，谁啊，在这儿？花味的，有经典的香气。所以当年救我的人是你，那这个香囊？当年我即将进入东城，自觉与你再无可能，是我心思卑劣，用自己的香囊换走了你的，只想当个念想。瞧瞧，我心悦你，远在你成为我夫人之前很久很久。那你为何
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还以为只是我一厢情愿，这一世我也差点错过你。如今大局未定，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刀尖嗜血，九死一生都是幸运。若是让你知道我的心意，我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宁素，你我二人生同妻，死同穴，我绝不会负你。来人！我要见皇后娘娘，我是宁远侯府世子。怎么是你？皇后呢？我要见皇后！你还是省些力气吧。如今太子苏醒，皇后自顾不暇，哪有时间搭理你们这些弃子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。我是宁远侯府世子，我已经不是了。宁子玉，你涉嫌谋害太子，栽赃当朝重臣，圣上下令夺去爵位，贬为庶人。叔祖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是被蒙蔽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算计我！你若说算计，那我就桩桩件件要跟你算清楚。沈静怡，你还真以为你做的那些糟事没人知道？你什么意思？若你要是说我和子玉的事儿，那我再澄清一次，我和子玉是自由恋爱，在恋爱里没有先来后到。是吗？看来世子很满意青楼里花娘的样子。什么？什么样？你还真是蠢，真以为当初你和沈静怡是一见钟情，难以自持，是他给你下了药。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子玉，你不相信我了吗？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真情了吗？别他妈跟我说真情，你害惨我了。夫君，我们走吧。沈静怡，都是你这个蠢货，自作聪明，害我到如此境地，不仅无法除掉宁素，还害我失去皇后的信任。你怪我，主意是我们一起出的，出的事儿你全赖到我的头上。宁子玉，你真是没用。对，我是没用，才中了你的奸计。我就不应该看在你有孩子的份上让你进门。若我当初娶了沈南桥，我也不会落入如此境地。宁子玉，你后悔了是不是？我为你怀了孩子，你却说你忘不了那个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疯妇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不是说太子大病痊愈，此次宫宴是为太子祈福举办，怎么不见太子？不知皇后是何用意，还是要小心些。皇后身边何时多了一个这样的人？看起来像是萨满。诸位，太子近日大病初愈，本宫有缘得遇一位萨满大师，大师能窥探未来吉凶，更有神鬼莫测之能。本宫便请大师于这吉庆之夜略施小憩。
在下献上乾坤挪移之术，为太子祈福，还需要一位贵人。不知这位夫人可愿为太子殿下祈福，恕这乡中片刻。既然萨满选中了都主夫人，想必都主必不会阻拦夫人为太子殿下祈福。众目睽睽，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，不小心这便是。夫人在哪儿？都主稍安勿躁，若你想知道你那夫人的踪迹，就拿你手里本宫的账本来换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沈静怡。那又如何？沈南桥，你死定了！等宁肃因你而死，没了靠山，我倒要看看你还如何昌活。你还真以为自己知晓未来？只不信，你还能有什么高招？不过就是我后下的话，等宁肃交出皇后的账本，他知道了你的位置，一定会赶过来救你。在他来的路上，我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到时候宁肃会像狗一样被乱箭射死，有来无回。你怎会如此？上一世就为了救我受万箭穿心之苦，难不成这一世还要为我再死一次？哼，你打错算盘，宁肃是绝对不可能会来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是你没算到，宁肃此人最为顾全大局，绝不会以身犯险。必须赶快逃出去，否则宁肃又要和上一世一样。有道理啊，古代的男人都犯贱，他一定不会来救这个女人的。该死的，我就说这样不行！那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小乔，来了。你是不是把账本给皇后了？那可是扳倒她的证据，你怎么能……因为你值得。乔乔，没了账本，我还能再想办法。可若是没了你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们以为你们还能活着回去吗？皇后娘娘得到了你们的罪证，一定会杀了你们灭口。你们谁都别想逃！黄泉路上，我等着你们！你们是皇后的人，都主好眼力，不过还请都主留步。九皇子和娘娘都不希望您回去。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找死！
现在去找太子，他会保住你的。胡夫子，走。有我炽热演绎手把点燃世间的虚妄，心的花火是。我不走，休想丢下我！我要跟你同生死！督主，太子已掌控大局，请督主随末将回宫。你不是把账本已经给了皇后了吗？你若是想知晓你那夫人的踪迹，就拿你手里本宫的账本来换。以娘娘的野心，只有账本怕是不够吧？督主倒是能洞察本宫的心思。既然如此，你不如跟随本宫，帮本宫除掉太子这个绊脚石，扶持我儿上位。到时候，你想要什么荣华富贵都可以。很诱人的条件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做不到？我告诉你，那老皇帝早已油尽灯枯，太子一个缠绵病榻的废人，这宫里宫外早已是本宫的天下。你若是执意与本宫作恶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母后，就这么盼着儿臣死吗？你不是应该什么？应该快不行了。母后，儿臣的病是装的，是督主与我亲自为你演的一出大戏，为的就是等你亲口说出弑君杀子、谋夺皇位的滔天罪孽。督主，刚才皇后的话都听见了吧？皇后涉嫌谋害太子，意图篡位，臣东厂提督宁肃，奉太子殿下之命，请拿下。阉狗就是阉狗啊，没心的玩意儿！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也别想见到你那夫人，她与沈静怡都得死！皇后构陷忠良，谋害储君，意图谋朝篡位，证据确凿。即日起打入冷宫，赐白绫，九皇子废为庶人，圈禁宗人府，终身不得出。此外，皇后谋害皇嗣，逼死后宫妃子，使得皇家血脉流落在外。督主，还是我得叫你一声皇兄。皇兄，这些年你隐姓埋名，忍辱负重，蛰伏于暗处。若非你暗中收集罪证，这江山只怕早就易主。只是眼下父皇病重，你恢复身份一事，还要等到我登基之后再说。太子殿下，臣一生所愿，不过是求个真相大白。如今心愿已了，若是太子殿下真的顾念血脉亲情，不如答应臣一件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新帝登基，追念忠良。东厂提督宁肃以身殉职，功勋卓著，追封为忠勇武王。其妻沈南桥殉情，贞烈贤淑，追封明瑞夫人。钦此。
从此以后，世间再无宁素和沈南墙，只有一个山野村夫和他的此生挚爱。风上飞远去，踏破山河之叠浪，一心并肩赴。